乌克兰危机，许多人说台湾也应该引以为戒哦。过去我们有许多的一个节目当中哦，单元里面有提到了，很多人第一个部分谈到说，在战争上会不会这个乌克兰发生战争，然后我们看到了台海的部分也同时产生战端哦，当然有不同的一些推测跟说法，但不仅如此哦，其实有一些背景倒是也非常的相似哦。俄罗斯说这个乌克兰是这个俄罗斯的乡下哦，过去这个中国也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哦。那普丁过去也曾经发表说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他们认为乌克兰跟他们来讲是一个同一个种族哦，是在同一个群体里面这样子做一个宣示哦。那这部分当然就让大家会很好奇说，同样的在台湾也面临到类似的一些状况哦，那许多人就想探究说，那到底这个台湾应该从乌克兰的危机的这个事件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哦？当我们也没有想要去挑衅说你打你不敢打，但这过程当中显然还是有些我们认为台湾民众应该借此引以为戒哦，因为我觉得台湾跟刚刚老师提到的太相近了，比方说长期乌克兰这个7、8年的时间，然后有产生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疲劳的轰炸，感觉好像会打，好像不会打，大家又很松懈。台湾好像也是如此啊，跟我们看起来至少同样这个俄罗斯所占领的这个军备的军事能力又大过于乌克兰哦。过去的报道里面曾说过如果在同样区域里面，俄罗斯排第一，乌克兰排第10，这其实跟台湾跟中国的军力许多的条件都非常相似哦。所以老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从乌克兰的这个跟俄罗斯的危机当中，台湾应该从中学到什么呢？现在台湾人确实不少，台湾有不少人在密切关注乌克兰的危机。那么认为说呢，台湾面对中共威胁的状态与乌克兰很相似，因此呢，就想从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当中找出一些线索来思考台湾的前景。那台湾和乌克兰的处境是有相似之处的，这毫无疑问。但台湾和乌克兰处境也有很大的差别。那下面我来做点分析。那我的分析结果是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有2同5不同。那首先我想要讲明一点，就在现在我观察乌克兰危机我认为不宜采取过于简单的思维方式，就是盯在打还是不打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普京的重点不是打，而是以军事威胁做杠杆，在外交谈判桌上收取果实。那么我刚才讲这个台湾和乌克兰问题的2同5不同究竟是什么？那么在这分析当中我是把台湾作为一方，那么把乌克兰问题上现在受到俄国直接威胁的国家作为一方。这样讲也就是说你不能单纯看乌克兰一个国家受到俄国的军事威胁，还要看到德国这个利害相关国家受到俄国的经济勒索，由此又产生了德国对北约成员国的背叛。所以我分析的是台海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的2同5不同，而不是呢单纯的台湾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的2同5不同。那所谓的台海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的2同，第一个相同就是台湾、乌克兰都同样面对红色霸权主义。你不管这个霸权主义是挂着民主化招牌的俄国，还是坚持共产党专政的中国，因为这2个政权他们的红色基因里头都有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这个基因是不会消失的，只要有机会它就一定会发作出来，产生对周边国家的威胁。那么第2个相同就是说，台湾和德国，我刚才讲了，我分析的是乌克兰问题危机当中的相关方，所以我分析是乌克兰问题和台海问题。那么乌克兰问题当中有一个德国，在这方面呢，就德国和台湾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同样对红色霸权主义有经济依赖。德国是能源绞索，台湾呢是台商的经营，在大陆经营。因为这也可能在台湾台商的大陆经营和台商本人有可能在中共攻台的时候成为台湾的绞索。那么所谓的5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
如何看待红色霸权主义啊？现在在台湾，多数人已经有了反共保台这个共识，但是德国并没有对俄国的红色遗传反感的，这是一个大不同。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的盟友阵营是不是巩固？那美国的欧洲盟友当中，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了德国这个叛徒，那偏偏德国又是欧盟的领导国家，这就严重削弱了欧盟和北约内部的团结。但是呢，在美国的印太地区盟友当中，没有像德国这样举足轻重的叛徒，所以美国呢比较容易在印太地区和盟友合作。那第三个不同就是美国对待乌克兰问题和台海问题的权重不同。俄国是在欧洲展示它的军事威胁，首当其冲是德国，而恰恰德国的态度暧昧。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就没有办法发挥军事上更加多的作用，也没有必要发挥更多作用。那么在台海问题上呢，一方面美国不是一个第三方，美国是直接当事方。另外一方呢，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台湾又是最关键的一环，是不能倒的骨牌。这就决定了美国看重台海稳定的程度要高于看重乌克兰稳定的程度。也就是说，美国看重印太地区稳定要更高于看重欧洲的稳定。那第四个不同就是军事上美国面临的直接威胁不同。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军队要攻击的是乌克兰军队，但他不会发动世界大战，把战火延烧到乌克兰以外的欧洲国家去。所以美国呢，不会因为俄罗斯军队进攻乌克兰而受到直接打击。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共攻台的时候，非常可能会先直接打击驻日本的美军。那中共万一占领台湾，下一步又直接威胁关岛和冲绳的美军，因此美国没有选择，他必须在军事问题上积极应对，否则对美国来讲，中共攻台就是第二次珍珠港事变。那么第五个乌克兰和台湾不同，就是中国和俄国两国的军力和综合国力不同。俄国现在的军力其实只能制造中小规模的冲突，它没有力量和美国进行全面的这个军事对抗，比方讲打世界大战。那么俄国的综合国力也没有办法支撑与美国打世界大战。但中共的军力是在快速的成长，虽然它军队的质量和军事素养不如美国，但就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现有军力而言，美军还不占优势。所以美军对中共的军事威胁是不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那么在这方面呢，美国军方比白宫还着急，正在采取各方面的行动来增强对抗和威慑中共的武力。所以总之台湾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是说，美国在中美冷战大格局之下的战备行动，就是当年美苏冷战时期长期扩军备战的翻版。那冷战的规律是说，双方的扩军备战一旦开始，谁也不能够主动停下来，因为只要美国在军事战略和这个战术手段上处于整体上的相对弱势，那中共就会挑起对外扩张的战争。也就是说，不管拜登当局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已经被中共推上了与中共军事竞争的这条轨道。那在这条轨道上呢，这个双方必须平行的进行军备竞赛。它的实质不是短期内多造几艘军舰，而是从长期来看，谁的国力综合国力能够拼过对方。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对中共综合实力的评估问题。那我的看法是说，中共已经走过了它综合实力的顶点，现在是在下坡当中，今后它没有办法在长期综合实力的比拼当中取胜美国。因此呢，台湾地区的稳定，如果从这样的战略角度来认识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